一国威胁中国不说，还企图凭自己一己之力叫板26国，为了欧盟惜命，这事儿他们不干。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由于中国近些年来呢，在多个方面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担忧和忌惮如今我国正面临来自多个国家的针对和蓄意打压，这其中不仅包括了美国，也包括立陶宛。在参加欧盟外长会议时，立陶宛外长表示，中国必须要遵守当前的国际规则，否则欧盟将会通过武力语言进行交流。除此之外，立陶宛外长还就台海问题碰瓷儿，扬言欧盟需要为中国关系交恶的潜在后果做好准备，比如说台海冲突的爆发。这样的威胁呢，在立陶宛也不是第一次了。你别看这个立陶宛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它却一直试图挑战我国的底线。此前曾多次不顾一切支持民进党当局的独立行动，甚至通过在立陶宛成立所谓的这个台湾代表处来挑衅中国。对于这种明显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的行为，中方呢不是没有给予警告的，但至今立陶宛都认为没有当回事儿，所以不得已中方只能采取反制措施，通过限制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冲击立陶宛的经济。中国不想这么做，但也必须这么做。警告没有用，那必须得让该国感觉到疼，它才有可能清醒。而中国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可想而知呢，对立陶宛的反制措施会对其构成怎样的伤害。本以为因此他就会收敛谁知此番不仅公然威胁中国，还试图凭借一己之力叫板26国，拿台海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相比，要求欧盟对华脱钩。你看如此猖狂，很显然这个国家背后那是有人撑腰至于是谁呢，大家也都清楚。所以在这之前，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经济胁迫，意在借这个理由对中国经济展开进一步打压。嘴上说着不许中国制裁立陶宛否则就要在经贸领域制裁中国，但实际上这番话说出来谁信呢？这美国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为了别人能甘愿付出的，除非是有利可图其实立陶宛不过就是美国的一个借口，美国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措施。而至此，立陶宛敢如此猖狂地威胁中国，并要求欧盟对华脱钩，不排除是由美国在背后撑腰。当然，欧盟其他那26个国家会看在美国的面子上应了立陶宛吗？这立陶宛自然是胜券在握的，毕竟身后站着的是美国。但没想到的是，这次欧盟有点惜命。欧盟国家匈牙利外长就明确表态，欧盟不应该成为一个反华集团，而反而欧盟应该寻求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同时，欧盟各国必须重新校准对华的3重定位战略。言下之意他们不仅不干，还打算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而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随后也力挺了匈牙利外长的言论，声称欧盟成员国外长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欧盟其他成员国为什么不干事实上，大多数人心知肚明，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与中国合作加强关系那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会带来极大的发展。相比之下，要是继续站在美国的阵营里不是被美国出卖当枪使，就是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今天的局面已经让欧盟赌不起了，更何况呢，美国自身都难保，又怎么会在关键时刻向他们伸出援手呢？如果说立陶宛这种表态是不知死活屡教不改，那么美国也一样，难保立陶宛此番叫嚣不是美国在背后怂恿的。所以这次欧盟没给立陶宛这个面子，吃瘪后的立陶宛估计会跑去向美国告状。但问题是告状有用吗？告了状，你欧盟也不会听立陶宛的，因为与美国站在一块压根儿就没什么好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